原来你爸是被…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得了什么病。小小，这事儿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明白。哎，你妈刚才真的是情绪太激动了，把我吓死了，差点把你给打伤了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什么？我爸出事儿之后，他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，或者是碰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，他就会变成这样，情绪就没办法控制。不过，看来你妈真的很爱你爸。你知道吗？我妈年轻的时候，是这个县城昆曲团里最有名的正旦。也许是意外，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。在那场演出里，我妈腰上的旧伤突然复发，也就此终结了她的演艺事业。清芳，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养你。你爸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。在你妈最风光的时候，他默默陪着她，不打扰；在你妈最落魄的时候，他不离不弃。他们结婚之后，我爸就用自己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，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五金杂货铺。他还会做木雕，所以就把木雕当成了副业。我妈呢，就在店里给他做帮衬。他们结婚的第2年就有了我。我们一家3口，虽然日子过得有点拮据，但是也和和美美的。我只是不愿意让我爸妈过一辈子的清贫生活。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。所以我知道，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考。你问清楚了吗？第1志愿怎么能调档呢？我们不是超过录取分数线11分了吗？他这个学校就是这么说的。就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好的结果能上个普通2本，就差一点的就得落到3本了。老严，先吃饭吧。啊，我吃不下，我不吃了。你叫小小，让小小，我去叫吧，去叫。小小，你干什么去？小小，教育局讨个说法去。嗯，你不要去，我去。你在这等我，爸爸拿包去啊！你等我。我自己去。吃完饭再去呀。您再帮着查一查，啊！跟你说了这事，我真管不了。
警察同志，一会儿家属来了，我能不能见一下？这件事情啊，根据现场的几个目击证人提供的口供，我们初步判定，是由于对方闯红灯所造成的事故，属于对方全责。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呢，见到你们之后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刺激，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边呢，还是尽可能的回避一下。那有警察。大夫，孩子他趴在哪里？老严在哪里？见生命了。您好，我叫郑建国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很遗憾，对不起。如果有什么条件，您尽管提，我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。刘女士啊，首先我们要告诉您的是，肇事司机叫程鹏，郑建国他只是当时车上的一名乘客。其次呢，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已经复核过了，是因为您的丈夫闯红灯才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。对方呢，人家是正常驾驶，也没有饮酒，事故发生之后也没有逃逸，第一时间选择把您的丈夫送到医院里全力抢救。所以啊，您不能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，我们也不能给您立案。当然了，对方也说了，愿意对您进行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补偿嘛。我不要钱，我要命。告诉我那个叫程鹏的现在在哪里？他撞死了我丈夫，一命还一命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刘女士，您听我再跟你解释啊，既然对方他不构成交通肇事罪，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没有法律明确规定，您是不可以见他的。并且我觉得，现在您的这个情绪有点激动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，确保这中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二次的伤害嘛，对吧？你们不管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妈逢人就说，我爸是为了去给我争取一次重新报志愿的机会才丧命。当时媒体也来报道，这事儿引起了教育局的高度重视。学校调取了我的高考成绩和档案，决定网开一面，最后给了我一个调剂名额。把我从原先调档的国际贸易系调到了金融系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原本你我赵雨环，我们三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。我懂了，所以你妈会怪你。她觉得，要不是你一定要考上海的华大，你爸……我刚才就应该去继续追那个什么郑建国，抓到他，然后逼他说出来撞死你爸那个人是谁。他现在在哪？我们找到他，这样你妈就不会怪你了。他要是愿意说，他早就说了。而且我知道，撞死我爸的人是陈鹏，他其实不过就是个帮凶，
我才是主凶，是我害死我爸的。我妈恨我是应该的。小小，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才不是主凶呢。你妈妈不会恨你的，你是她女儿啊。我爸除了是我爸，他也是我妈的爱人。我害死了我妈的爱人，我妈能不恨我吗？我如果只是个路人，我妈完完全全可以像恨郑建国一样恨得咬牙切齿。可我是她女儿啊。我妈虽然看上去暴躁刚烈，但她其实是株菟丝草。而我爸木讷老实，其实是我妈攀援而生的大树。树毁了，这草活着的意义也不大了。我妈在我爸出事之后自杀过一次。什么？那后来呢？后来被救回来了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个多星期。但是后来我们为了还医药费，还有维持以后的生计，就不得不把我爸的五金铺给卖了。所以，你从那以后，你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，是吗？所以我大学4年才一直都在打工啊。我妈那次自杀被救回来之后，她自杀的念头就从来没停止过。我在她病床前，我跟她说过，我说如果你还是想要去死，那我也就不活了。你用什么办法去自杀，我也用什么办法去死。小小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真是太混蛋了。小小，对于你而言，大学不仅仅是大学，学位不单单是学位，可是我却，我真的是个混蛋。好啦，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，你知道我家的情况了。贫穷、无助、绝望，甚至还有点可怕。你还会接受这样的我和我与众不同的家庭吗？如果你愿意接受，我永远都不会松手的。小小，不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。放心吧，小小，我在。